实我年轻的时候，我有段时间我是离家出走的，我跟我妈妈关系其实是很疏远的。可是就是因为我妈妈的这个失智这个过程啊，让我重新有个机会去重新跟她修补这段的关系，让我找到那个力量，重新能够去 seek forgiveness， 寻求我妈妈的原谅，然后跟她有另外一段的，我觉得对我来讲是人生当中最美好的。我活到了50多岁，没有办法去 describe 的一种的甜蜜。好像这一次我上个礼拜去见我妈妈的时候，她还不认得我，因为可以接触了嘛，以前是完全不可以接触，然后我就去，我就一直拉她的手，这样哦，然后因为她很喜欢做 manicure 嘛，她就做哇很漂亮这样哦，然后我就一直摸她按摩这样哦，然后我妈妈一定觉得哇老伟怎么你一直摸我，然后她就回来一摸回我嘞。就开始，我妈妈就一直摸我嘞，摸，然后就一直摸我的胸。真的吗？我真的摸了，她就说：“哎，你这搞了这里有质量。”她还抖了，哎，为什么你这边有力？呀妈，以前这边有一个疤痕，还是的。然后我后来给她摸了，然后我就觉得以前完全不会的嘞，对吗？特别是我们华人家庭哦，怎么可能？儿子跟妈妈有这种亲密的互动哦，想都不敢想哦。现在我可以越过了那个哦，而可以跟妈妈有这么亲密的那种的肢体的互动，我觉得对我来讲是一个福分来的，也是我妈妈真的通过她的这个失智症教会我的一件事情哦，就是浪子可以回到妈妈的身边。不过你讲的这个东西倒是真的，我妈没有失智的时候。我记得我们都没有拥抱她，因为那是很奇怪的一件事。可是我妈失智之后，每次带我孩子去看她的时候，我说去抱阿嬷，因为她很喜欢人家抱她，而且抱得很紧。所以我觉得对她来说，可能那个肢体的拥抱，是因为不需要通过语言，不需要通过很多的解释，是她直接能感应得到、感受得到的。跟她的拥抱变成是一种最好的语言、最好的沟通了。这是以前可能我们东方社会不会去做的。是，所以尤其对老一辈来说，他们没有办法有这样子的一种享受，然后发现说，其实现在他们很自然的要求，那个对他们来说满足感最大的一种沟通就是拥抱啊。所以你们家人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像他也是有类似这种紧张啊，或是纠葛的事？当然会有，因为每个人对怎么去照顾老人家会有不同的想法，会有不同的要求。我觉得其实最辛苦的是我爸。你爸？因为他看着我妈从认识到不认识，一开始也是吵架的，每一天他受不了，因为他也不了解这个过程嘛。但到现在，他就也是微笑以对了，只要我妈觉得开心，他就开心了。虽然那个过程是有很多的挣扎、跟痛苦、跟无解，可是当我回过头来的时候，我就觉得说，其实我的老妈正通过她自己的体验跟处境，跟人生走到了另外一个的阶段，正在教会我一些事情。